iPhone 13系列正式推出以后，对于没有关注这款产品的用户而言，他们的期望值可能会寄托在下一代产品上。然而 iPhone 14系列的设计可能就是他们想要的结果。当下相关的泄露很多，结合多处爆料说法， iPhone 14系列将进行更重大的设计革新。最直观的一点就是采用了圆角长条打孔屏，并且取代刘海缺口。然而这一切设计还是在围绕 Face ID 开展，长条挖孔内部用来放置其 Face ID 传感器部件。另外，苹果分析师郭明基的最新研究报告也提供了对下一代苹果 iPhone 的展望。根据独家报道， iPhone 14 Pro 和 iPhone 14 Pro Max 的确将进行重大的重新设计，用打孔缺口代替刘海缺口。同时，当下可见的渲染图像， iPhone 14的机身后置镜头也不再是那么凸起，机身中框也可能采用钛合金材质，相比 iPhone 4S， 两者相似度更高了。也许在 iPhone 13系列刚刚发布不久，就谈论起 iPhone 14系列的泄露，似乎有些为时过早，没有太多人会相信，但这就是当下的最新动态，所以以上泄露的真实性还待进一步确认。与此同时，据彭博社的一位爆料人士称，苹果这期间也在开发一款新的入门级手机，这应该是年初推进的新 iPhone SE 机型。虽然它具有 5G 功能，但它可能会保留其较旧的样式和 LCD 面板。另外，苹果还将从2022年产品阵容中淘汰 mini 型号，并用更大尺寸入门型号 iPhone 14 Max 取而代之。苹果为什么会这样做？其因 mini 这款型号销量不佳，分析原因也就是屏幕小、续航短。所以现有的分析师也认为， iPhone 14系列将放弃 mini 这款产品，以推出另一款大屏机型，价格虽较低，但大屏幕长续航应该会卖得更好。即使它错过了 Pro 型号的相机硬件，暂定名称的 iPhone 14 Max 应具有 Pro 型号的相同的 6.7 英寸显示屏，但内部结构与 6.1 英寸的 iPhone 14相同，这意味着只有两种尺寸， 6.1 和 6.7 英寸，每种都有普通型号和 Pro 型号。此外，新的 iPhone 14 Pro 与 Pro Max 在相机方面都会提供 48MP 像素的主镜头，但输出的图像分辨率可能仍为 12MP 像素。不过 Apple 可以使用一种称之为像素4合1的输出模式，将其输出更大的图像尺寸。该技术在安卓设备中早已是屡见不鲜，并最终已取得原始的 48MP 像素数据，创建具有更多细节和更少噪点的图像质量。此外， iPhone 14系列里还将配备有高达 2TB 的存储选项。苹果今年将 iPhone 13系列的最大存储空间翻了一番， Pro 和 Pro Max 机型的容量为 1TB。 如果消息来源准确，我们将看到 iPhone 14系列配备 2TB 的存储空间。再一个，苹果推出 ProRes 的视频格式，也让录制空间占用看起来更紧张了些。还有消息称iPhone 14系列将支持 WiFi 6E 技术。著名苹果分析师郭明基的最新报告概述了 WiFi 6E 在 iPhone 14系列和即将推出的 Apple AR、VR 设备中使用。WiFi 6E 能支持更高速的6G 赫兹连接。苹果一旦带动 WiFi 6E 的普及，那么也就能让竞争同行进一步加快节奏。